他凭一句嘶吼的拍审火爆全网，却用最软的真心话诠释了真正的爱情。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，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她看着我说：“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。”我说我不好意思，女人，我可能爱上你了。10多年过去了，时光荏苒。上一次我见到她，我还问她，我说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这些。她说：“哎呀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别恶心了。但是付航，你要记得早点回家，我在家里等你。”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胜负已经揭晓。在付航之前的表演里，我们看到的总是他吹胡子瞪眼的模样。这个男孩总是在用自嘲对抗世界，但这一场他让我们看的却是这尖锐外表下最柔软的内核。此时此刻，付航赢了，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。作为一名脱口秀演员，付航靠的从来不是一味的抖包袱。当其他脱口秀演员把矛头对准他人来怼天怼地的时候，付航却把自己彻底摔碎，将自己曾经那些狼狈的经历用喜剧的方式讲了出来，给普通人继续前行的勇气。解构别的总是很容易，解构自己才是最难最需要勇气的。他讲容貌焦虑，不会用一副说教的口吻说你应该自信起来，而是用自己的经历当引子。学生时代的付航就展现出了十足的捧哏天赋，老师在台上讲课，他就在台下接茬，让严肃的课堂氛围充满欢声笑语。不过代价就是他总是被老师安排在最后排的角落。当时的付航成绩一塌糊涂，再加上皮肤黝黑，导致他跟一个女孩子告白的时候被无情拒绝。给你写了一首诗，可以读给你听，向你表白吗？他看着我说：“嘿，你别说啊，付航，你还真别说。”我说：“你也喜欢我的文采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别说。”他说后来他悟了，他学会了怎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舔狗永远读不了女神的剧本，但是我又触底反弹了。舔狗的剧本里，舔狗才是主角。这不是精神胜利，这是一个人该有的样子。你永远是自己人生剧本的绝对主角，不喜欢你的就让他从你的剧本杀青就好。我们不是为了他人而活，不必为了别人去改变自己，做自己才是最好的。哪怕别人说你像一只猴，那你也是唯一的美猴王。让付航悟到这一点的是一个女孩，一个提到会让他眼神瞬间有光的女孩。大学时期，他做了不少兼职，还当过保安。穿上保安制服后，同学们都在拿他打趣，而当惯习性的付航也配合着逗笑他们。当所有人都在取笑他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却说：“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。”提到他时，他的话语不再尖锐，语气不再充满嘲讽，只剩下前所未有的温柔。他想让人们知道，每个人都一定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。当然，在付航的表演中，不是只有爱情，他也会怼天怼地，从职场到做人，他都能侃侃而谈。不过，与其他演员不同的是，他会用隐晦的方式，以动物来嘲讽。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，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上树摘椰子，摘完了放进马车里，农民驾马车，猴子扒马车，非常开心，就是非常和谐的画面。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，过去谴责说：“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？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啊？”农民就道歉农民懵了，猴也懵了，猴就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，也不是猴，是马车前面的马看着记者。农民说：“对不起，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。”马说：“你马。”这3个字不仅仅是付航抖出的谐音梗，更是用埋头拉车却永远得不到重视的马道尽职场普通打工人的辛酸。他不需要告诉你什么大道理，他也不喜欢说教，但却总能用最简单且最有趣的方式，让你在欢笑过后理解那背后的悲剧。在爆火出圈后，有人就说付航的演讲方式有点像周星驰，这句话确实有道理。付航身上确实有星爷的影子，他跟星爷一样，用喜剧的外衣讲述悲剧的内核。他用自己的小狗控诉不该给人贴上369等的标签，同时他也是真的在怀念那只属于他、为他带来无限欢乐的小串串。那只小串串可能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看到他就讨厌他，但他知道哪怕全世界都讨厌他，但在付航眼中他也永远是最好的。你可能是别人眼中可以被随意践踏的杂草，但总会有人视你如珍宝。你教会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不管你出身学历家庭背景，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，就总有人会爱你。谢谢。